我出狱的时候，是几辆豪车停在门口，几百个兄弟们见到我，齐齐鞠躬。龙哥，他们求我回去主持大局，而我无视他们，穿过人群，来到了衣着朴素的妻子面前。他流着泪抬起手，将耳光狠狠扇在了我的脸上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。我当着众人惊愕的面，任由他打了我10几个耳光。最终我抱住了他，而他在我怀里哭成了泪人。我亲吻着他的额头，温柔地说：“从今以后，再无过江龙。”他依偎在我怀里，狠狠在我肩膀上咬下了一个印记。我不顾兄弟们，牵起他的手，轻声说：“走吧，我们回家。”当年我一人一刀，独占千人，血染半条江，世人尊我为过江龙。直到大婚当日，我被警方带走，看到他身穿婚纱，哭得撕心裂肺，我才明白，男人无论混得多大，只要守不住自己的家，那就是懦夫。坐牢的日子，多少次我回想起他哭泣的脸，都暗暗发誓，我再也不混了。这些年，妻子过得很穷很苦，她不愿意要集团里的1分钱，只为了我能和从前断绝关系。如今我出来了，但因为坐过牢，没有地方愿意要我。他把当年我送他的钻戒卖了，我们买了台小面包车一起乐活。虽然日子过得拮据，但我们很幸福。她还怀孕了。如今我想到自己能堂堂正正做一个孩子的爸爸，我很开心。直到这天，我们正在运货，他忽然羊水破了，我赶紧开车送他去医院。可当我开到一个路口，在我要左转的时候，旁边的宝马突然压实线，想加塞进来。这要是平时，我会给别人行个方便，可今天有人要生孩子，我要争分夺秒啊！绿灯马上就结束了，一旦我给他让了，我就要多等2分钟。会开车的都知道，左转的红灯最难等了。我急忙一脚油门踩上去，可谁知道旁边那车不肯退让，还朝着我这边压过来，还不断的对我按喇叭，命令我给他让路。在我们即将要撞上的时候，我也不敢怂，硬着头皮继续往前开。他怂了，不敢再跟我抢道，可他的车子已经开过了路口，只好跟着一起左转过来。他摇下车窗，很凶恶地对我骂了起来：“开个破面包车，你跟我牛逼什么呀？你以为你赔得起宝马呀？”这要是以前，他已经死了，但此刻我没有搭理他，因为我老婆的安全第一。老婆也是躺在副驾驶上，虚弱地跟我说：“不要跟人吵架，先去医院。”我点点头，摸着老婆的肚子，安慰她不要担心，我知道分寸，我有心退让。谁知道那宝马司机气不过，突然就开到了我前面，故意别了一下我的车，还踩下了急刹车。我赶紧用力踩刹车，车子猛地一晃，安全带狠狠勒在了老婆的肚子上，痛得她发出了惨叫。好痛！老公，你开慢点！我看着老婆痛苦的样子，心里的怒火忍不住熊熊燃烧。我一直开得很慢很小心，可谁知道对方会故意用急刹车这么危险的举动来害我。我以为那宝马司机停车是要下来跟我理论，就想下车和他解释。我们赶着去医院，但他忽然又继续往前开了。我松了口气，以为这件事情过去了，可情况没我想的那么简单。他似乎是路怒症犯了，竟然以龟速行驶，故意挡在我的前面。每当我想去左边，他就变道去左边；当我想去右边，他又变道来右边。我快被他整疯了，我摇下车窗，对着外面大喊：“让开！我们要去医院！”我疯狂地按喇叭，希望他能让路，可他似乎是没听见，依然在前面挡着我的路。杀意在我的心里沸腾，那峥嵘的岁月又一次次浮现在我脑海。换做以前的我，他早就死了。让道是情分，不让道是本分。真没想到会惹上这样一个神经病。老婆看出了我的情绪崩溃，她忍着痛，调皮地说：“堂堂过江龙，见过多少大风大浪了，还不会稳重点吗？”只要与你有关，我永远学不会稳重。这么多年，我不是个爱说浪漫话的人，可我控制不住，我担心他有事，我好爱他。他咬着牙，小声说：“我忍得住，当了这么多年大嫂，可不是被吓大的。”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车子再往前开就上高架了。高架是城市高速，在上面龟速行驶是很危险的。我相信宝马司机不会那么傻。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，前面的宝马车忽然加速了，并且往右侧让出了道路。我松了口气，赶紧把车子速度提上来，温柔地跟老婆说：“没事了，老婆，我们上高架了，很快就可以到医院了。”老婆已经疼得脸色苍白。而就在这时，我的电话忽然响了。我接起电话，那边传来了焦急的声音：“龙哥，大嫂要生了吗？我们正要去医院，我找人打了个特别大的长命锁，纯金的。你们不必来，我也不收你们的礼物，我已经不混了。”龙哥，兄弟一场，你就让我们来看看。我没有回话，因为我看见那台宝马车的车窗忽然摇下来了。我正犹豫他要干什么，是不是想和我吵架，就眼睁睁看着那司机从车里丢出了一杯奶茶，狠狠地砸在了我的车窗上。奶茶直接在我的车窗上炸开，糊满了一整片窗，让我根本看不清前面的路。我车子的时速在80码，老婆吓得尖叫起来，我也是赶紧减速，疯狂地在脑海里告诉自己，让速不让道，无论前面的视线多模糊，我都不能在高速路上随意变道，赌上这条命，我一定要护我家人周全。我强行减了速，心脏开始狂跳。电话里的兄弟也急了，连忙问：“龙哥，嫂子怎么？她为什么突然尖叫？”安全带再一次紧紧地勒住了我们，老婆痛得发出惨叫，捂着肚子大哭：“好痛啊，老公，这人疯了，他是想害死我们啊！”电话那边的兄弟呼吸开始变得粗重：“龙哥，是不是有人动你？”我没有时间分心说话，因为那奶茶里面好像有油脂，不管我的雨刷怎么刷，车窗上都始终有一层特别厚的油膜，让我根本看不清前面的道路。这个时候，那宝马司机再一次将车开到了我的面前，他不再龟速行驶，却在我难以看清前路的前提下，时而加速，时而突然踩刹车，故意折磨我。我真恨不得把这个家伙从车子里拖出来，可这里已经是高速路上了，而我的兄弟们也在电话那头愤怒了：“没有人动龙哥，叫上所有人，立刻马上！龙哥，我们来找你，快告诉我你们在哪儿！所有人，护我龙哥和嫂子周全！”
我没有理会他们，因为对方在急刹车的时候，左侧道路正好有空缺的位置，这是我超车的机会。我连忙将方向盘朝左打，想从左侧超车。面包车的提速太慢了，所以宝马司机在急刹车后，很快就发现我想要超车的意图，他连忙又朝着我这边变道。可我的车身都已经过来一半了，他这种阻碍超车的行为犯法了。眼看着我们即将要撞上，我本想踩刹车，但我看向了旁边的老婆，她已经抓稳了扶手，眼神之中全是决然。这一刻，我仿佛看见了当年她陪在我身边的大嫂风范。我一咬牙，不但没有刹车，反而继续将油门踩到底。终于，宝马司机再一次怂了，可他这时候反悔已经来不及了。我的车头狠狠撞上了他，轰的一声响。我可以握紧方向盘，保证不会侧滑，但他本身就在变道，他的车子一瞬间就开始打滑，差点翻车。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我连忙完成了超车。该说不说，宝马还是稳。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的车子在打滑以后，略微撞到了道路边的栏杆，撞爆了一个车灯。但是很快，他的车身就恢复了平稳。我的行为彻底激怒了宝马司机，他调整好位置以后，又一次朝我追了过来。我深深叹了口气，没办法了，不是我不如他，而是我的车真跑不过他。他那车100公里提速只要5秒，但我的面包车本身就拉着货物，100公里加速恐怕将近20秒，4倍的差距，我拿什么甩开他？而且我的车子已经有些摇摇晃晃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只能将车子开下了高架。毕竟我绝对不能拿老婆的安全开玩笑。我在路边停下车，打开双闪，我想只要我解释清楚，那司机无论如何都会放我走了吧。趁着这个机会，我赶紧下车，拿出油膜清洁剂擦拭车窗里。这样一来，老婆就能以最快最安全的方式抵达医院。那台宝马见我停车了，也把车子停在了我的前面。宝马司机似乎是怕我跑了，他还不忘倒车，把车子顶到我的车前，让我的车没有一丝可以往前挪动的距离，然后他才下了车。一下车，宝马司机指着我的鼻子就开始骂：开个面包车就那么狂啊，连宝马都赶不上，你活在这世上没自知之明啊！这要是以前，我早就一拳砸他脸上了，可我现在只能为了老婆忍着火气说：我没办法给你让路，我车上有产妇急着生孩子，要赶紧去医院。他听见我的话，走到我的车窗旁边，看了看老婆，接着惊愕地说：车上有人要生孩子，你还在路上这么狂啊？你一开始让了不就没事吗？我真的想不明白，我只是没有给他让路，怎么就狂了？我说我在左转道上，你当时都已经到实线上了，你本来就不能压实线变道。别跟我讲这些东西，你把我车刮了，赔了钱再走。我不明白为什么是我赔钱。我说钱明明是你全责的事，怎么轮到我赔钱了？我现在急着去医院，交警定夺。你赶走试试，走了就是肇事逃逸。我本以为他知道我老婆要赶着去医院生孩子后会良心发现，可他没有。不但如此，他还趁着我现在10万火急，以此为机会想把肇事逃逸的帽子扣在我头上。我握紧了拳头，老婆也察觉到了我的不对，她虚弱地说：别动手，你答应过我再也不会打架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强忍住内心的愤怒。我说兄弟，可以报警，我回头再跟你协商。你先让我走，别在路上为难我。我抓住门把手要上车，他却狠狠一脚踹在我的车门上，轰隆一声巨响，车门被他踹关上了。他指着我的鼻子说：放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宝马，听好了，你老婆生孩子，就是她肚子里的孩子要死了，社会上的人不会都惯着你。没时间和你吵，我老婆马上就要生了。他耸了耸肩，表现得满不在乎。关我屁事，又不是我老婆要生孩子。你刚才差点撞死我，要么你现在把钱赔了，再跪下给我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算了。你疯了吗？开破面包车的不给宝马让路，还反过来说我疯，这世道还真是让我越来越看不懂了。这一刻，我彻底明白了，这人就不是个东西。他打从心眼里看不起我，觉得我比他穷，就应该低他一等，给他让道。老婆担心我跟人动手，他坐在副驾驶上，忍着腹痛说：这位兄弟，我们手头上没有那么多钱，我老公的钱都存进医疗卡里给我生孩子了。我们先打个欠条，等交警定夺好吗？哎呦我操，一点钱都没有，还敢别宝马？我真恨不得一拳砸在这个家伙的烂脸上。可是老婆的疼痛呻吟一次次将我拉回理智。我忍着火气说：都已经给你解决办法了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可以的话写个欠条，然后等交警定夺，你先让我们走。他耸了耸肩说：问题是，我为什么要等交警定夺呢？你现在是讹上我们了吗？你知道是自己全责，趁着我老婆要生孩子，就趁火打劫来赚我们这3瓜2枣的。我只是诚实的一句分析，却仿佛戳痛了宝马司机的自尊心。你轮得到老子饿你吗？我下意识抬起手，用手肘挡住了他的手腕，所以他不但没有打到我，反而疼得痛叫一声。多年的本能反应让我什么都没想，就用另一只手掐住了他的脖子，单手将他提了起来。宝马车主被我掐着脖子，他惊恐地看着我，双脚在半空中不断地扑腾，根本听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。老婆着急了，连忙说：老公，不要动手！我死死地看着宝马车主，这要是放在以前，这样的废物来一个我解决一个。与此同时，那台宝马的车门忽然被打开了，上面又走下了2个人，指着我的鼻子就开骂：找死呢，还敢动手是吧？原来他们车上还坐着别人，只是刚才我都没有发现。我看了他们一眼，终于松开了手。我不是怂了，虽然我可以轻松地解决他们所有人，但这些人没有良心，他们被逼急了，如果不冲着我来，反而去动我老婆，那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。宝马车主摔在地上，痛苦地咳嗽2声。他并不知道我是在担心自己的老婆，他以为我害怕了，咬牙切齿地说：现在知道怂了？你刚才不是很狂吗？他在朋友们的搀扶下起了身，然后满脸狰狞地说：刚才给2万块钱就行了，现在我告诉你5万块，你别想走东西，还敢动手打老子，
我老婆着急地说：“我老公没有打你，是你先动手的。我老公只是正当防卫。”宝马司机的朋友冷冷地说：“我怎么没看到我们哥们儿有动手？我只看到你老公打人了。”我老婆崩溃了，她着急地说：“你们别乱讲话，大街上都有监控的。我老公才刑满释放1年多，你们不要害了他。”他们听见这话，先是一愣，然后没远处笑了。宝马车主来到我面前，用手指戳了戳我的胸口，说：“看不出来，你还坐过牢啊？是偷东西进去的，还是强奸妇女了？”我没有搭理他，而是抓住了门把手，说：“是我的最后警告，别再阻碍我们了。我必须马上送老婆去医院。”可他却抓住了我的手腕，冷笑起来：“坐过牢了不起啊！这几个以前不好好读书的时候，也是打过群架的。”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不好好读书的时候打过群架这种事情，哪来跟我以前的腥风血雨相提并论？此时，他们其中一人喊了起来：“想走就拿出5万块钱！你不是说自己很爱老婆吗？掏钱啊！我只要现金。”面对朋友们的帮腔，宝马车主忍不住直笑。怕他掏不出钱来，还要在老婆面前装作自己很深情的样子。我是真不想跟这些人计较，幸好我的车上一直有工作用的纸笔，我直接拿过纸笔，在上面写下了欠款5万。反正我知道这笔钱我是不可能出的。等老婆进了医院，警方自有定夺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当我把欠条递给宝马司机，他却直接撕掉了欠条，冷冷地说：“你写的欠条值钱吗？万一你留下个条子，人跑了怎么办？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为了老婆已经忍了很多次了。我不相信你是会欠债还钱的人，我只要现金。我不管你现在世界网贷还是怎么样，凑够5万块钱给我，然后为你刚才做的事情跪下给我道歉。”我借不了网贷。我没有撒谎，因为我坐过牢，导致我一直没有正规工作单位，所以网贷是不会借我钱的。可宝马车主明显没打算放过我，他淡淡的说：“那你就找人借。”我正要拒绝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再一次响了，那是我兄弟们来的电话，我还什么都没做。那宝马司机就一把抢过了电话，他看着上面的备注说：“备注是兄弟，对方你是哥们儿对吧？正好人家打电话来了，那就让你兄弟凑一凑钱呗。”你要是接这个电话，你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。车开的挺破，牛吹的倒是很响。说完，他直接接起了电话，而且开的还是免提。电话那边，我兄弟们着急地说：“怎么样，龙哥，安全到医院了吗？”宝马司机不耐烦地说：“一个开破面包车的还敢起那么大的外号？他把老子车碰了，你们现在就撞5万块钱过来，否则他别想走。”电话那边，兄弟们的呼吸声都粗重了。“你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就过去。”三环高架桥下边人民路这里，说好了5万块钱，到时候少一个子儿，兄弟都走不了。你们也可以报警，不过没关系，我有钱，我陪你们慢慢玩。我们不报警，我们愿意陪你玩，我们带50万过去，也希望你别报警。电话被挂断了。宝马司机被我兄弟们的话弄得莫名其妙，他说：“这些人在讲什么东西？又说带50万给我，又说让我别报警。”他一个朋友笑着说：“吓唬你呢，搞得好像带50万安家费给你一样。”宝马司机摇头晃脑地说：“你们这些人是不是越穷越爱吹牛啊？我好害怕啊！等你兄弟过来了，该不会打我吧？”这张讨厌的脸让我感到恶心，我强忍住一拳砸上去的冲动，走到了副驾驶旁边，我牵住老婆的手，温柔地说：“别怕。他们马上过来了，既然他们来了，那你一定能平安赶到医院。”老婆抽泣了一下，小声说：“对不起，老公，又让你欠他们人情了。”我摇摇头，吻了一下他的手背，轻声说：“只要你平安，就比什么都好。”然而旁边的宝马司机几人都忍不住嘎嘎大笑起来。那宝马司机指着我说：“哎呦，还欠人情了？那你是不是要免费帮别人拉货？”他朋友嘎嘎大笑着说：“别说啊，拉一趟货可不便宜呢，好歹要200块钱吧。”对方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辱，让我老婆终于忍不住了，她崩溃地说：“为什么非要欺负人？明明一开始就是你们不对。”宝马车主说：“欺负你们又怎么了？我就纳闷了，欺负你们难道有问题吗？”他走到我面前，摆出一副很嚣张的样子，说：“我的车比你的贵，所以活该你赔钱；我比你有钱，所以活该你被欺负，有问题吗？”我握紧了拳头，而他低头看了看我的手，忽然冷笑起来：“打我呗！像你这种穷鬼，打我一下，进了局子，家就得破产。但我就不一样了，哪怕我把你打个半死，我也有的是钱赔你。”他朋友说：“你就别吓唬他了，他哪敢动手？他马上就是要当爹的人了，还等着赶紧拉货赚奶粉钱呢。”宝马车主高傲地说：“听见了吗？哼，这就是你和我的差距。我今天在这儿动手打你，我的公司照样在赚钱。你动我一下，明天你孩子就要饿死。”就在这个时候，天空忽然传来了轰隆隆的声响。我知道兄弟们的安排已经到了。天空上是一架医院的救援直升机，而我们旁边是一个很大的空地。随着直升机缓缓降落，宝马车主几人都是瞪大了眼睛。宝马车主惊愕地说：“哎呦我去，你还舍得叫直升机救援啊？每公里都得50块钱吧？你兜里没几个钱，就不要为了老婆打肿脸充胖子。”他旁边的朋友说：“不止啊，公立医院才是那个价钱。你看，这好像是宏盛医院的直升机，1公里没200块下不来。”宏盛医院不是私立医院，号称只为宏盛集团服务吗？宏盛就是我当年带着兄弟创建的集团，但我再次听到这个名字，顿时有些恍惚。他们看着宏盛的直升机，有些紧张起来了。该不会
会是鸿盛的员工吧？这要是鸿盛，我们可惹不起。那宝马车主犹豫片刻，他走到我面前问：“你是鸿盛集团的人吗？你要是鸿盛集团的，我跟你道歉，给我看一眼你的员工证就可以走了，钱不用你赔了。”这个时候，他旁边的朋友惊愕地说：“我想起来了，鸿盛的董事长郭江龙不是在1年多之前出狱了吗？他老婆刚才说过，他正好出狱1年多，他该不会是郭江龙吧？”是啊，刚才他电话里，他朋友叫他龙哥。刹那间，宝马车主的脸上出现了一丝惊慌，但他很快又镇定下来，说：“郭江龙怎么可能在这里开货车？但不管是不是郭江龙，鸿盛随便来一个小员工，我们都惹不起啊！”相比起刚才的嚣张跋扈，此刻的他们变得客气了很多。宝马车主说：“兄弟，我不知道你是鸿盛集团的，你给我看一下员工证，我们的事情两清了，你的修车钱我会给你的。”我哪来的员工证？我都已经跟过去切割了，我怎么可能还留在集团里？我诚实地说，我没有员工证。他脸上恭维的表情逐渐凝固了，随后取而代之的是恼羞成怒的鄙夷。老子还以为你是鸿盛的人呢，调人家医院的直升机干什么？每公里200块钱，掏得出来吗？一听说我没有鸿盛的员工证，这些人全都放松了，他们再一次变成了欺软怕硬的样子。也许直升机是来接别人的，只是正好停在这。吓死我了！我还说一个开面包车的，怎么可能会是鸿盛的人？宝马车主再次展现了他的2副面孔，他指着我的鼻子说：“老子还以为你是鸿盛的人呢，赶紧拿5万块钱给我，还有跪下给我道歉！”我没空理会他们，而是赶紧解开了我老婆的安全带。当我一把抱起我老婆的时候，直升机里的医疗团队已经下来了，他们急奔到我身边。急救员连忙问我：“您订的病房是妇幼32号床，对吗？”“对。”一听这话，宝马司机顿时没忍住笑了。原来是送去妇幼医院啊，我还以为是往鸿盛医院送呢。看来真不是鸿盛的员工。这小子还真舍得呀！妇幼没有直升机，他就花钱租鸿盛的，刚还把我吓一跳呢。以为是鸿盛的人，原来只是租一下鸿盛的直升机。急救员不明白我们在说什么，而是赶紧帮忙把我老婆放在了担架上，扭头跟同行的人说：“准备好了，出发。”然而宝马司机却一把握住了担架，摇头说：“等会儿他不能走。”“什么意思？”宝马司机说：“我没有招惹鸿盛的想法，但是这夫妻俩还欠我钱没还，他们不能走。”说完，宝马司机又推了我一把，说：“你这穷东西还挺会装啊！知道自己惹不起我，就狐假虎威叫鸿盛的直升机过来，你以为你能吓到我啊？”这一刻，我终于压制不住愤怒了。这家伙一直接着我老婆危在旦夕，吃人血馒头。我一把掐住了宝马司机的脖子，他惊恐的连连后退，而他身边的朋友们一看我动手了，赶紧过来抓住我的衣服，要把我扯到一边。混乱之中，我的衣服被扯破了，露出了满背的黑龙纹身。满背黑龙！看见纹身的那一刻，他们忍不住惊呼出声，一人惊愕地说：“这不是过江龙才能纹的吗？”宝马司机也是傻傻地看着我，然后他似乎是想通了什么，激动地说：“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叫鸿盛的直升机了，你这穷东西，仗着自己坐过牢，又纹了个满背黑龙，就赶紧叫个鸿盛的直升机，想跟我们冒充过江龙。”他的分析让他的朋友们都反应了过来。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是啊，他努力让自己跟鸿盛扯上关系，这样一来，不知道的人还真被他吓住了。宝马司机叹着气说：“穷东西，我只是想要你赔点钱，可你是真想害死自己啊！知道冒充过江龙是多么找死的一件事吗？过江龙入狱多年，鸿盛集团却一直为他保留着董事长的职位，这群人忠心耿耿。这些年来，每一个敢冒充和过江龙有关联的人都被他们给解决了。你还真是越无知越不怕死。”说完，他一手抓住了我，另一只手拿出手机，狞笑着跟我说：“真是巧了，我的上家就跟鸿盛有合作。你说我要是给他打个电话，让鸿盛知道这件事情，事情会不会变得很有趣？”我说：“这是自寻死路。”不说话了，还跟我装呢？要是你能学会什么叫脚踏实地，你不至于过得那么穷。面对这些人的羞辱，我老婆终于忍不住了，她崩溃地说：“我老公就是过江龙。”你是把我当白痴，还是把过江龙当白痴？哪有人会放着鸿盛集团的董事长不做，跑来开面包车送货？他真的是过江龙，我没有说谎。宝马司机扭头跟急救员说：“这人自称是过江龙，他说他是你们董事长。我只是一个基层工作人员，龙哥当年的兄弟们都是高层，我怎么知道龙哥长什么样子？我只知道这边有急救任务，你别妨碍我们工作。”宝马司机说：“你确定我是妨碍你们工作？如果这个家伙冒充过江龙，你却救了他的老婆，那你怎么给上头交代？”急救员反问：“那你怎么能证明他是冒充的呢？”宝马司机淡淡的说：“是不是过江龙？马上就能知道了。”宝马司机忽然拨打了视频电话，当他的视频被接通后，他把摄像头对准了我，笑嘻嘻的说：“赵总，平时常模拟关照，你猜怎么了？我今天出门在外遇到一个开破面包车的，竟然敢冒充龙哥。”视频那边的人一看到我，顿时愣住了，随后他变得满脸阴沉。我认得他，小赵，当年屁颠屁颠的跟在我们屁股后面。马司机说：“听说您当年跟过江龙的兄弟们混过，所以我就在想，你肯定不会放任这么一个穷鬼在外面污蔑龙哥的名字，就赶紧给你打报告了。”小赵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宝马司机赶紧说：“我就在您公司楼下不远，今天本来就是朝着您这边开，想去您公司聊下项目，结果遇上了这个穷鬼。”行，我马上下楼。视频被粗暴的挂断了，宝马司机还不知道自己大祸临头，他嘎嘎笑了起来。你玩了，你彻底得罪了自己惹不起的人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这个家伙并不知道要完蛋的人是他。小赵当年受过我的恩惠，所以做事的速度很快。电话挂了没多久，我就看见宝马司机对着一个方向急忙招手说：“赵总，
我们在这里。我扭头一看，只见小赵带着一群人乌泱泱的走了过来。原来他在这里开了个公司，只是我因为跟过去切割了，都不知道这件事。与此同时，在街道的远处传来了引擎轰隆隆的声音，我知道那是兄弟们到了。十几台豪车在马路上朝着我们这边行驶而来，迈巴赫、大、吉宾利数不胜数。看到这么多豪车出现的那一刻，宝马司机有些愣住了。而当这些车停在我们旁边的那一刻，宝马司机更是睁大了眼睛。乖乖，这什么阵仗？兄弟们下了车，纷纷朝着我们走来。领头的小刀提着个手提箱，而看见小刀的那一刻，宝马车主忍不住激动地说：“那不是鸿盛集团的刀哥吗？刀哥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那不废话吗？肯定是来找赵总的啊！别忘了他们当年是兄弟，我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正好能让刀哥看见我抓了个冒充龙哥的人。”宝马司机激动地连连挥手。当兄弟们和小赵来到我的身边，宝马司机连忙指着我说：“赵总，刀哥，就是这小子冒充龙哥被我给抓到了。怎么回事？刚才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遇到这小子，开车可狂了，敢跟我对着干。他碰了我的车还不愿意赔，非说自己的老婆要去生孩子。他急了还冒充龙哥，我就赶紧叫您过来了。这时候，他旁边的朋友们连忙也跟着开口：“赵总，这小子真的很恶劣，我们哥几个一起努力才把他给拦下来了。”宝马司机看出自己的朋友们也想邀功，他连忙说：“对，我这朋友们也有份儿，要不是他们帮忙，我们还真拦不住这小子。”小刀说：“就是你们几个。”对吗？宝马车主连连点头。对呀，刀哥，真没想到有荣幸见到你。你们来的太及时了，这穷鬼还摇人了。要是等他的朋友们到了，我们还真拦不住他。刚才他朋友们还在电话里吓唬，说什么见了我都要绕路。宝马车主正在喋喋不休，小赵却已经听烦了，他直接抬起手，狠狠一耳光扇在了宝马司机的脸上，怒吼：“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！”突如其来的一耳光把宝马司机给打傻了，他捂住了脸，呆呆地说：“赵总，你为什么要打我啊？”小赵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别叫我赵总，我跟你所有的合作都黄了。”宝马车主急了，他连忙说：“为什么？我们那么多合作，怎么就黄了？赵总，我今天不是立功了吗？你别开玩笑了，要是我们的合作黄了，那我就要破产的。”小赵冷冷地说：“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开玩笑吗？”随后他转过身，急忙对小刀鞠躬说：“对不起，刀哥，他不是我的人，他只是跟我有合作。我真没想到他是这么个有眼不识泰山的东西。”小刀没搭理小赵，而是提着手提箱走到了宝马司机的面前，然后将手提箱递给了他。宝马车主一下愣住了，疑惑地问：“刀哥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小刀打开了手提箱，一箱子的钞票让宝马车主傻了眼。小刀说：“刚才电话里跟你说过了，我会带50万给你。”宝马车主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了，他呆呆地看着钞票，用力地吞了口唾沫，说：“刀哥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刚才跟我打电话的人是……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！不是刚才给你打电话的人，他不是冒充，他就是龙哥！”刹那间，所有兄弟们对着我一起鞠躬，齐声高呼。宝马车主吓得脸色苍白，他双腿一软，直接跪在了地上。而他的那几个朋友也不好过，一个个都是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直到宝马车主用手指着我颤抖地说：“你真是过江龙！”我没有理会对我鞠躬的兄弟们，而是走到了我老婆的身边，牵着她的手，温柔地说：“老婆，先让他们送你去医院。”你会来吗？会的，等事情处理完我就过来。急救员不敢再耽搁了，连忙把我老婆抬上了直升机。随着直升机起飞离去，我转过头看了宝马车主一眼，他吓得全身一哆嗦，着急地说：“龙哥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就是过江龙啊！如果我知道你身份的话，就算给我1万个胆子，我也不敢招惹你啊！”我说：“这里没有什么过江龙，早就已经跟过去切割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我就活该被你欺负吗？”我没有那个意思。你跟我讲得很清楚，你比我有钱，所以撞了我的车也是我赔钱。你比我有钱，所以我活该被你欺负。宝马司机紧张得说不出话来，而小刀皱起了眉头说：“比你有钱就可以欺负你，对吧？”他拍了拍手，旁边一个小弟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。只见那小弟坐上了一台宾利，然后操控着宾利狠狠撞在了宝马上，轰隆一声巨响，宝马的车头都被撞凹了。但他们还没有停，在撞上去以后，那小弟又开始倒车，接着再狠狠地撞了一次，如此重复了好几次，两台车子都已经被撞得几乎报废。宝马车主和他的朋友们已经是吓得浑身哆嗦，一句话也不敢说。小刀这才满意地说：“按照你的逻辑，我比你有钱，现在我把你的车撞，你是不是应该赔我钱？”宝马司机吓得脸色苍白，他傻傻地说：“刀哥，你那一个车轮子就能买我半台车了，我哪有钱赔啊？”小刀冰冷地说：“你这意思是不打算赔钱了吗？没关系，你们几个一起赔。我看你们关系那么好，凑在一起欺负孕妇的交情，那一起赔钱也没问题吧？”这几人都是吓坏了，赶紧爬到我的面前，着急地跟我求饶：“龙哥，求求你饶了我们吧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”龙哥，我们错了，你就把我们当个屁放了吧。他们的两副面孔只让我感到恶心，这都是欺软怕硬的家伙，遇上比自己穷的，他们就使劲欺负；遇上比自己有钱的，他们又开始求饶。如果我不是过江龙，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穷人，今天都不知道要被他们欺负成什么样了。所以面对他们的求饶，我只是摇了摇头。我已经不混了，鸿盛的事情我管不着。龙哥，我真的求你了，我都给你跪下了，你那台车子我赔，你想要多少钱也尽管开口。他话还没说完，小刀就抓住了他的头发，把他拖到了一边，不耐烦地说：“龙哥已经不混了，他管不着我们了，你听不明白吗？
宝马车主哭着说：“刀哥，我承认我喜欢欺负穷人，可我只是一个小中产，你就是把我全部身家都卖了，我也赔不起你的车啊！”小赵冰冷地说：“不，你赔得起，把你的公司卖，再把你的房子卖，正好能赔他这台车。”宝马车主着急地说：“那我就倾家荡产了。”小刀疑惑地问：“让你倾家荡产有问题吗？我比你有钱，所以你活该被我欺负，这不就是你的逻辑吗？”我走到宝马车主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我说：“你一开始就不应该在实线变道抢别人的车道，对吧？”宝马车主连连点头，他哭着说：“龙哥，我们错了，我一开始就不该看你是开面包车的就欺负你。”我继续说：“后面你的危险驾驶和违规变道，你也都承认了吧？”我认，我全都认，都是我的错。那你记得把修车费打到我的卡上。会的，我一定会把修车费打给你。面包车的事情是放过你了，但是那台宾利被你撞成这个样子，你总不能一走了之吧？宝马司机傻了，他着急地说：“那台豪车不是我撞的，我根本没碰到他，是他先冲。”我耸了耸肩说：“按照你的逻辑，人家的车比你贵，人家撞你，你怎么不知道让开呢？”小刀接了我的话，他说：“开个破宝马，看到宾利都不知道让开。”宝马车主已经面如死灰。这个时候，一名小弟拿着一份协议来到了宝马车主面前。小刀说：“把这个协议签了，你撞了我的车，理应赔偿。”宝马司机哭着说：“刀哥，这个字我要是签了，我就真的破产了。”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小刀鄙夷地说：“像你这种人，有点钱就在外面欺负人，你配当个有钱人吗？”宝马司机抓住了笔，可是他的手一直在颤抖，始终不敢在上面签字。他的眼泪一个劲滴在协议上，情绪都崩溃了。你们就放过我吧，我真的赔不起，我已经知道错了。我说：“你不知道错了，你只是知道自己惹上了惹不起的人。”宝马司机还在犹豫，小赵开口了：“你今天来找我，是希望我能给你结货款吧？你知不知道？如果我不给你结货款，会发生什么？”宝马司机下意识说：“你是我最大的甲方，如果你不结款的话，那我肯定会破产。”小赵说：“对，我就压着你的货款不给，到时候你的资金链断了，会有一大堆的债主找你上门要钱，我可以一直拖。”你说你等得及吗？宝马司机着急了，他赶紧说：“不行啊，赵总，到时候还没等法院判决，我就被债主们给弄死了。”小赵说：“像你这种厂子，涉及了大量的私人借贷，到时候你还不起钱，你说是我们更可怕，还是民间的那些私人借贷更可怕？”宝马司机已经全身瑟瑟发抖。那些民间的私人借贷可不像鸿盛，鸿盛做事还是有分寸的。可这些民间借贷的人为了讨回钱，真的是什么都干得出来。宝马司机哭着说：“这也太欺负人了。”小赵说：“欺负你又怎么了？刚才你欺负龙哥的时候，你是什么嘴脸？你听好了，现在让你破产回一个破人，反而是对你罪人。”宝马司机没了办法，只好在协议上面签了字，小声说：“我赔，我就是倾家荡产也赔。”他颤抖着手在协议上面签了字。我走到那台被撞报废的宝马车旁，往里面翻了翻，果然里边还有2杯奶茶。我拿起其中一杯，走到了宝马司机的身边。他跪在我的面前，吓得一言不发。我将奶茶倒在了他的头上，他不敢反抗，还满脸殷勤地说：“龙哥泼得好。”我问：“开面包车的哪里低你一等？”没有，是我不对，我不该有那种想法，我根本没法和您比。你别跟我拍马屁，你记住了，别人靠双手赚钱，不是靠你施舍的。别以为自己赚了几个钱就可以瞧不起别人。龙哥，我们错了。我又看向了他的另外2个朋友，冷冷地说：“刚才你们2个陪他闹得很开心，是吗？”这2人也吓得发抖，其中一人赶紧说：“龙哥，我们只是看热闹的，刚才都是他自己胡作非为，跟我们没有关系啊。”我冷笑起来：“刚才还一起欺负人呢，现在大难临头，就开始互相推脱责任了。”小赵连忙说：“龙哥，我认得这2个人，他们跟我的公司也有合作。这次过来是他们刚进了一堆新设备，想要争取更多的订单。”我饶有兴致地说：“刚进了一堆新设备，要是没拿到更多订单，反而把原有的订单给丢了，那岂不是很糟糕吗？”听见我的话，那2人都是吓得脸色大变，连忙对着我不断磕头：“不要啊，龙哥，我们已经把全部身家都赌上来了。”小赵冰冷地说：“不用跟龙哥求饶了，你们所有的订单我都要取消，还有你们的合作方，我也会给他们打个招呼。”其中一人慌了，连滚带爬的来到我身边，抱住了我的腿，哭着说：“龙哥，我家背了好多债，只希望能做成这单生意，我求你了，龙哥，我有一家老小的。”我说：“我一家老小在车上急着去医院的时候，你们放过我了吗？”他顿时哑口无言，而我狠狠踢开了他，不耐烦地说：“欺负别人的时候无法无天，轮到自己被欺负的时候，就希望别人心软，这世上哪有那么好的事？”小刀恭敬地说：“龙哥，你尽管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把事情处理好的。”我点点头。此时小刀犹豫了一下，终于忍不住又开口了：“龙哥，要不你回来主持大局吧，兄弟们都在等你回来。”你看，在外面过得太，这几个小东西都能欺负你。我一言不发。小刀说的其实也没错，我在外面勤勤恳恳的工作，却要遭遇这样的对待。如果我回到鸿盛的话，日子一定会比现在过得好很多，我的老婆孩子也
也不会受欺负。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忽然响了，我赶紧接起电话，那边传来了老婆虚弱的声音：“老公，我们有了个漂亮的女儿。”我听得心里一颤，无数温暖在这一瞬间涌上了心头。我连忙说：“我这就带着东西过去，你要干净的毛巾和水盆对吗？还有没有什么要我准备的？”所有兄弟们都在这里等着我开口，而我却认真的听着。我老婆嘱咐我去买些尿布和奶粉，听着老婆的吩咐，我心里又涌上了一丝幸福的温暖。等我把这些东西都记下后，我挂断电话，深深的叹了口气说：“谢谢你们一直在等我，可是我不会再回去了。”小刀着急的说：“龙哥，难道你就甘愿过这种平凡的人生吗？”我说：“这种平凡的人生虽然很苦，但是很充实。我挣来的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，晚上睡觉也心里踏实。”小刀说：“洪胜现在也很干净啊。”兄弟们，这些年都已经不混了，大家一本正经的做生意。我苦笑着说：“洪胜还干净，是因为我没有回去。如果我回去了，当年所有的仇家们听说过江龙回来了，你觉得他们会把过往的恩怨一笔勾销吗？”小刀咬牙切齿地说：“谁要是敢动你，我们就跟他拼了！”我说：“大家现在能干干净净的做生意，就是因为我没有回洪胜。我退出江湖，不只是给家人们一个交代，也是想给你们一个未来。”兄弟们没有说话，因为他们知道我说的是对的。我要是回去了，那所有人都会知道郭江龙回来了。就算他们不找我的麻烦，他们也会担心我找他们算以前的旧账。这是一种不需要说出口的潜规则。只要领头人放弃了这一切，那大家都对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。为了每个人都能过上踏实的日子，尤其是为了我的老婆孩子，我必须这么做。小刀也理解了我的意思，他深深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既然你是这么想的，那我们也不敢强求你，只是希望你能收下这个。”他招招手，顿时有兄弟捧来了一个托盘，托盘上面有2个东西，一个是纯金打造的长命锁，还有一个同样是纯金打造的和平鸽。小刀说：“长命锁是我们打的，至于这个和平喽，是以前那些仇家打的。其实他们和龙哥你的意思一样，只要你不回洪胜，大家就保持着和平。”说完，小刀忽然跪在了我的面前，我连忙问：“这是干什么？”小刀说：“龙哥，这个和平喽，他们1年前就打造出来了，可是我们一直希望你回来，所以从来没打算交给你，对不起。”我伸出手抚摸着这个纯金打造的和平鸽，轻轻地说：“看来这是他们给我的退休费呢。”小刀说：“对，只要龙哥收了这个，那郭江龙就永远是过去了。”小刀忍不住说：“你就收下吧，就当跟过去告个别。这些东西虽然值钱，但是比起你放弃的那些，那就是9牛1毛。”我犹豫片刻，最终还是接过了他们的礼物。见我接过了礼物，兄弟们总算都是松了口气。我将礼物塞进了面包车。这一次，兄弟们没有跟上来了，而是都在不远处看着我。等我坐上车后，他们又齐齐鞠躬。我在兄弟们的注视下离开了，虽然心里有点舍不得，但是我也知道我应该拥抱全新的人生。当我来到医院，一推开病房的门，我就看见老婆抱着孩子躺在病床上。我连忙走到她的身边，温柔地亲了一下她的额头。老婆笑着问我：“事情都解决了吗？”我点点头。她又问我：“这次好好的跟过去告别了吗？”告别了，今后我都会陪在你身边，好好做人，照顾你们母女俩。我抱住了她的肩膀，轻声说：“我曾经有过巅峰，但所有的过往云烟都不如现在幸福的一刻。我曾经是过江龙，但我以后只会是一个普通的父亲。”